先我講今年端午節係60年一遇咯喎，係大吉大利嘅喎。點解咁講啊？今年嘅端午不一般，係60年難得一遇嘅大吉日，你知唔知點解呢？眾所周知，喺古時候嘅老傳統係用干支紀年嚟記錄曆法嘅，而干支曆法係由10天干同埋12地支組成，形成咗60個唔同嘅組合，稱為一個格子。每60年就重複一次，而今年2024年農曆年係甲辰年，甲係10天干之首，亦都係60甲子之首，仲係每60年一個輪迴嘅開始，咁代表嘅顏色就係青色啦。甲辰年嘅辰喺12生肖入邊對應嘅就係龍啦，咁所以今年又被叫做青龍節。青龍節係60年先遇到一次嘅，所以話好難得。咁對上一次係喺1964年，如果再要等下一次嘅話，就要等到2084年啦。你話係咪好難得呢？而端午節嘅起源其實係唔關屈原事嘅，最初嘅起源係由古時候嘅人祭龍演變而嚟。仲夏端午，蒼龍七獸飛升於正南嘅中央，咁呢個時候就處於全年最中正嘅位置啦。喺易經入邊，將呢一種現象叫做飛龍在天，民間老百姓將呢一日定為係龍嘅生日，所以喺民間舉辦各種嘅祭祀活動。你睇翻啦，又係飛龍在天嘅端午節，又撞啱今年係青龍節，雙龍出海，雙龍戲珠，雙龍重逢。咁聽天文台講今年嘅端午夜仲可以睇到飛龍在天嘅景象喎，青龍飛龍兩相逢，所以民間嘅老百姓話今年嘅端午節唔一般，係一個非常大吉大利嘅節日。仲有今年嘅夏至係喺6月21號，端午節又喺夏至之前喎，咁剛剛好就應咗嗰句俗語啦，端午夏至前必定是好年，係一個好兆頭嚟嘅，預示住今年將會係一個風調雨順、五穀豐登嘅好年。但係亦都正正因為今年嘅端午節比較特殊，係早端午，老一輩提醒我哋有3種人要躲午，咁到底係邊3種呢？第一種外嫁女要避下啦。喺舊陣時，端午節呢一日，外嫁女係要返外家過端午嘅，俗稱就叫做躲端午。喺家政農慶誌裏面就有記載啦，已嫁之女照還過節，謂之躲端午。古時候嘅女子嫁咗俾夫家之後，係唔可以隨便返外家嘅。咁端午節返外家都係為咗趨吉避凶咁話。咁當然呢一個係迷信講法，實際上就係對女性嘅關懷。因為喺端午節前後係農民伯伯最忙嘅時候，又要收割麥啦，又要種秋天嘅農作物，係好忙噶嘛。咁外嫁女就可以趁端午節期間翻外家探下屋企人，順便唞翻下咁解嘅啫。所以民間就將佢講成外嫁女要躲端午啦。咁第二種又係邊種人啊？細蚊仔咧要避端午啊！每年嘅農曆5月都有個九毒日嘅，即係5月初5、初6、初7、14、15、16、17，仲有25、27。喺呢個時間段就要小心呵護自己嘅身體啦。咁其中5月初5端午節又係毒日嘅頭一日喎。呢個時候天氣又熱又焗，氣溫升高，雨水增多，水位上漲，嗰啲病毒就自然會多噶啦。嗰啲蛇蟲鼠蟻亦都會大量繁殖，五毒出沒，對於細佬哥嚟講就會有危害啦。咁所以民間就有咗小孩躲端午嘅講法。咁古時候嘅細佬哥係點躲午嘅呢？通常會帶自己細佬哥返外家避一避，喺細佬哥嘅額頭用紅黃酒畫一個黃字，又寄香包啊，帶5色線等等嘅做法，目的都係希望細佬哥可以遠離一切毒害，身體健康咁解。咁當然依家生活條件好咗，古時候嘅方式未必啱依家使嘅啦。但係細佬哥就唔好去多草叢嘅地方，唔好去荒郊野外，避免俾蚊叮蟲咬。見到嗰啲害蟲啊、毒蟲啊，快啲走啦，唔好去玩佢哋。亦都唔好喺冇家長嘅陪同之下私自去游水，因為端午節期間雨水增多，水位上漲，水流係會變得好急嘅。呢個時候細佬哥私自去游水嘅話，可能就會俾浸親啦。所以我認為細佬哥躲午嘅方式應該係要注意安全先啱。咁第3種又係邊種呢？老人咧，好似我啲端午節唔單單只係五毒活躍，仲係陽氣旺盛嘅時候。咁對於啲年老體弱嘅人嚟講，最好就減少戶外活動，避免去啲人逼人嘅地方，避免喺太陽底下暴曬啦。咁其實主要都係驚年老體弱嘅人身體頂唔順，所以要躲午嘅啫。
所以一到咗端午節，老一輩嘅人就會話啦，端午要躲藏，不要床上躺，講嘅就係躲端午啦。但係又唔係話叫大家匿埋唔見人，足不出戶啊咁樣。其實主要係想提醒大家唔好去啲危險嘅地方，例如話危險嘅水域啊，又或者係草叢堆啊，係咪？驚蛇蟲鼠蟻啊嘛。目的都係想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咁度過一個開心嘅端午節嘅啫。好啦，今期暫時分享住咁多，到最後想問下大家，今年有冇睇龍舟賽啊？你鄉下嗰邊嘅賽龍舟又喺邊度舉行嘅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